同学们，我现在面前的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小米13 Ultra， 没错啊，这真的是期待已久了，又是一个超大的，应该是媒体套装。我们现在来开箱看一下，哎，好家伙，给它打开，哇，应该是使用小米徕卡的这样影像拍摄的照片，对不对？这是徕卡相机诞生之后拍摄的第一张照片啊，然后小米在这儿拍摄的一张新的照片，哎，哇，首先这里有一个手机壳，黑色磨砂塑料加上绿色墨绿色素皮的，哇，这个绿色好好看啊！这不是有点像当年诺基亚给那个手机增加的相机手柄吗？在这儿有一节相机挂绳，相机挂绳很细节啊，这是一个绿色的小标志。然后这是一个镜头盖，看来是可以拧在这个手机壳上的，对不对？这个仪式感越来越强了。这个是一个转接环，然后我们把机器拿出来，小米13 Ultra 啊，现在还没有看到机器啊。哦，这个手机是有分量的。这里搭配了一枚90瓦的充电插头，这里是不是应该也有个手机壳啊？哦，这个零售版的手机壳呢，和我这个媒体版是差不多的，但是细节上还是这个墨绿色更好看啊。这款手机到底长什么样子？我现在也没有看到过真机啊！1、2、3，当当！哦呦，它的这个外观设计这次很有个性嘛。小米13 Ultra 这次有8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升级。第一个，外观，这次后盖设计可以说是把辨识度从满格怼到爆表啊！感觉本身它是一款金属手机，然后后面吸附了一个皮质外接镜头，后盖素皮就是小米13 Pro 上的科技纳米防污皮啊！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浅蓝色素皮13 Pro， 抗污能力确实很强，所以这个环节白色应该也要比普通白色素皮更加耐脏。采用科技纳米皮之后，那皮革纹理它不如前代那么像徕卡相机，但是这个手感依然很棒，所以这一点大家不用太过担心。镜头模组位置在整个素皮后盖有一个单独的隆起，和金属后盖产生了一个阶梯，从而降低视觉上的厚重感。13 Ultra 这个设计总让我想起就是电视剧里那个男生剪头把两侧剪得特别短的那种效果。我觉得小米很成功的是把徕卡 M10 系列经典外观转化成了手机的设计，特别像许多手机搞的联名款，就是把经典元素都转移到手机上。我看啊，这就缺一个红色小标志，往后边一贴，这逼格一下不就上来了吗？13 Ultra 的侧面边框改成了直角，这一点我非常喜欢，握持稳定性大幅提升。小米采用曲面屏和曲面后盖去削减厚重感，日常使用了2天吧，觉得还好，没有明显的这种不适感。虽然说这种工业设计削减了手机在视觉和手感上的厚度，但13 Ultra 还是很厚啊。镜头模组部分更是接近15毫米，比前代又厚了1个毫米。平放桌面上的时候，感觉好像整个手机就翘个2郎腿斜靠在桌子上一样。13 Ultra 重量提升了6克，达到了229克，分量十足啊！我觉得入小米13 Ultra 你需要了解自己的内心，这款手机它更适合追求影像，愿意为了影像牺牲一些手感的用户。如果你追求手感，那么我更建议你选择小米13 Pro 的素皮版本。我用了素皮版，我才意识到，哦，这个比陶瓷版本手感好太多了，真的。素皮真的是国产厂商在手机材料上的一个巨大贡献。对13 Ultra 外观和手感的总结，在这个镜头模组厚度的前提下，我非常喜欢13 Ultra 这次的设计，有逻辑有想法，尽可能的提升手感，但确实厚也确实重。接下来我们快速进入影像系统啊，因为这次留给我后期的时间实在不多，我尽可能长话短说，优缺点都讲透。从3颗镜头变到4颗镜头是这次 Ultra 硬件上的第一个升级，新增的一颗3倍镜头也弥补了在经典人像焦段上的缺失。人像模式中新增加了75毫米这个焦段，我实际测试了一下，75毫米这个镜头的表现真的是超级棒啊，尤其是在拍摄人像，真的你不需要任何后期就能够拍出非常有质感的照片。大家看一下这张，哇，这个质感！再看这张菲欧娜公主，这个换演员了，这个演员神态有点像《泰坦尼克号》里的 Rose。75毫米焦段人像所带来的暗角，所带来的色彩，让主体如此的突出，是每一个爱好摄影的用户都无法抗拒的。这颗镜头视频能力不错啊，手持拍摄4K 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室内走向室外这个过程中，它的曝光要比前代更准确了。视频清晰度上来说呢，因为13 Ultra 它是独立3倍镜头，就要比前代裁切画质清晰太多了。小米这次增加75毫米这个决定，我认为相当正确啊。但是和13 Pro
Pro 上的那个3倍镜头相比，13 Ultra 它不支持长焦微距。长焦微距我觉得太好用了，比如说近距离对焦的时候，13 Ultra 对焦到这个距离的时候，你再往前就模糊了，而13 Pro 可以继续向前。虽然说13 Ultra 加入这颗3倍镜头之后，把12S Ultra 欺负到不行，但回过头来自己也被13 Pro 压制了一轮。我给大家的建议啊，一定要多多使用这个人像模式，这是不买徕卡相机但体验最接近徕卡的时刻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百年徕卡的色彩科学。第二个升级，5倍前望镜头画质提升。其实单说传感器尺寸的话，5倍镜头它是有所变小的，但是光圈增大了，实测拍照色彩上有一些改变啊，整体变得更浓郁，油润感更强。有的时候过于艳丽是我测试这颗镜头所遇到的问题，但必须要说，画质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包括树叶的细节、浮雕的细节，但凡是有一些能够体现出材料质感的还原，13 Ultra 都要比前代更加细腻，而且光线越暗，画质提升越巨大。色彩浓郁度这个事儿呢，就比较主观，我自己的话会更喜欢12S Ultra 上这个色彩表现。视频方面，5倍镜头画质也要明显高出了一截啊，暗光下随便放大一个细节都是差距明显的。这次小米提到他们在5倍镜头传感器中心通过裁切创造出了一颗没有损失的10倍长焦焦段，我也是给大家实测了一下，10倍之下降噪算法确实要比5倍中心区域直接放大画质更好了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黄人。第三个升级，主镜头终于支持光圈可变了。1英寸传感器的最大劣势就是在近距离场景，画面边缘过强的虚化会带来眩晕感，这也使得小米手机在拍摄美食、静物这些场景非常没有优势，就完全不能带动当地餐饮业的发展。那这一次在小米13 Ultra 上，通过光圈缩小到 f4， 终于实现了美食等近距离场景的拍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光圈 f1.9 拍摄的，背景虚化更明显，主体很突出，但是轮廓不清晰，和背景糊在了一起。而当我调整到 f4 光圈的时候，这个画面就会清晰很多，层次感也增加了不少。这张慢烤三文鱼，我想体现烤鱼的部分，结果背景过于虚化，它只体现出了1米，大家看到了吗？而当我切换到 f4 光圈，整个食物就被完整的体现出来了。大家日常不高频率拍摄吃播可能不知道啊，这一点对于吃播的观感太重要了。这烤馅饼也是同样的问题啊，左侧过于虚化，右侧呢则清晰分明。我顺便推荐一下这个环球影城这个烤馅饼啊，外皮呢有一点点像咱们的那种点心酥，就特别的酥脆，但是里边是嫩的，有明显的生辣椒和烤肉的香气。大传感器配合可变光圈，我认为是未来手机超大底主镜头的正确发展道路。我再分享几张大小光圈的样张对比，不是光圈越小越好，也不是光圈越大越好，而是你根据自己的场景去选择不同的效果才是最好的。小米目前的可变光圈策略比较基础，比如说拍摄美食，它不能自动识别切换，大多数的时候还是需要手动，就不够智能。我期待小米在后续算法上能够增加更多的自动化，让用户不需要手动调整光圈而获得不同光圈的体验。另外，我再补充一下，1英寸大底传感器配合 f1.9 光圈，在拍摄视频的时候，这种自带的光学虚化效果真的是很有质感。上一代主镜头视频的曝光问题，这一次也得到了修正。第4个升级，小米虽然没有配备2倍光学镜头，但是通过在1英寸超大底中心部分裁切，无中生有了一颗无损2倍镜头。在拍照界面中呢，也新增了2倍焦段这个选项。我们先看这张花车游行，它的光影感，它的虚化效果。这一张影视经典形象透明人，大家看这个色彩。这张老式汽车，大家看这个色彩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小米目前对于人像的算法不是最强的，但照片中对于人像氛围的烘托是非常出彩的。50毫米焦段其实视野有点窄了，但是刚好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拍摄，再进行构图。我还是那句话啊，这可能是普通用户能花最少的钱去感受百年徕卡影调的机会了。视频方面，2倍焦段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啊，这个曝光策略是有提升的，但是画面细节并不稳定。第5个升级，专业模式迎来大改。小米13 Ultra 的专业模式可以快速调用4颗镜头，还包括主镜头调整光圈。这一次我最喜欢的是小米给专业模式新增了影调预设。对于很多专业用户，他们不喜欢默认模式中这种偏亮的曝光策略，现在可以自由定义对比度、曝光，自由定义色彩倾向，设定好之后保持不变。你每次进入专业模式不需要重新调整参数，只需要按下快门就够了。需要注意，之所以叫做专业模式，就是因为它更适合进阶用户，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调整这些参数是需要经验以及审美的，所以可玩性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呢，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啊，又要但是了，在我研究的小米大量的专业用户的样张之后，我总结到了一个规律，其中有2个参数，我发现大部分专业用户调整是有共性的。第一个就是影调，大部分专业用户喜欢把这个值设定到30，而第2个则是曝光，大量的专业样张，摄影师他们喜欢把曝光调到-0.7或者-0.3，其他参数变化就比较多了。我防止大家记不住啊，咱们就先设置这2个参数，这
是一张默认效果的餐馆，而当我把影调调到30，同时降低曝光，效果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默认的直出环球影城大地球，按照刚才我们说的参数调整之后的效果，大家能看出这个差别就很明显了吧？左侧是默认的，右侧是影调30，右边这张我回来才发现它有点拍虚了，但是这个色彩上的表达，大家应该能够看出差别。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效果感兴趣，你可以拿到手机之后自己设置看看。专业模式的核心其实在于根据不同的场景去调整参数，而在这背后需要大量拍摄练习、积累经验以及审美能力的培养。希望我给大家的讲解能够开启很多人对于专业模式摄影的兴趣，并且不断挖掘。第6个升级，增加全新的街拍模式，就是锁屏界面。当我按压2次音量减键的时候，可以直接进入相机并立即拍下照片，同时进入这个街拍模式。街拍模式呢，你可以自由定义3个远近不同的焦段来实现预对焦，从而抓住那个决定性的瞬间。不过我使用了2天啊，我觉得这种预对焦的模式可能更适合之前那些只有手动对焦功能的设备。那现在手机自动对焦已经这么快这么发达了，预对焦反而有一点那个忆苦思甜的感觉。第7个升级，这次为了增加玩法，小米给13 Ultra 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手机壳手柄套装。就是这个手机壳你不配备手柄，它也可以是正常操作的。这个手机壳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镂空的区域，刚刚好可以把小米的这个 logo 显示出来。边框是采用了很有质感的这种磨砂塑料，后盖这个部分呢是一个素皮。Safari 那款它上下都是绿色的，而小米这款呢，它是把这个位置改成了黑色。我自己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颜色配搭是更好看的。这款手柄呢，它的质感非常好，内部是植绒材质。这么推进去的时候呢，它是不能固定的。当我给它拨过来，在红色条纹出现的时候，就代表它是锁定状态。在这个锁定状态下，就拿不下来了。长按这个开机键，大家可以看一下。无线手柄电量还剩88%啊！这个手柄本身是支持充电的。突然看到一个想拍的事物，这时候你直接按这个快门键，哎，它就迅速进入抓拍模式，并且立刻拍下一张照片。半按出现网格，对焦按下，这是拍照。哇，在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个像相机一样调节变焦的一个拨钮的。就是我如果短调，它就是快速的在不同的镜头之间快速的切换，然后如果我长按，看到了吗？它会有一个类似于滑轨一样的这种调焦效果。镜头外圈的部分你会看到有卡扣，默认状态下你可以把这个镜头盖对，有一个镜头盖放在卡在这个位置。手机装镜头盖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好玩吧，真的就是为了好玩。我可以接一个转接环，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自己去接滤镜。这是一个67毫米的一个滤镜，然后给它卡在这儿，大家看。我不得不说，这个手柄套装直接把时间给我拉回到了10年前。诺基亚在 Lumia 1020上推出了相机手柄套件，数码爱好者和相机爱好者当时都狂喜啊。而今天这个配件呢，我认为是小米送给所有数码爱好者的一个礼物，一个玩具。它不会给拍照带来巨大的体验提升，反而可能会增加机身的厚度和重量。但是这种机械操作会让一款直板手机的可玩性大幅增加。就如果说女生喜欢竖向折叠屏，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像一个小小的饰品，那么13 Ultra 的这个相机手柄则是摄影爱好者最喜欢的配件。第8个升级，严格意义来说不是升级啊，是小米和雅昌推出了一项付费服务。雅昌呢，就是当年给苹果印刷 Apple Design 那本画册的公司啊。这项服务从小米官网进入，支持你把拍摄的照片进行精美的大幅打印，然后摆在家里，成为一个真正的摄影作品。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几张就是使用小米手机拍摄，然后雅昌来打印的。这个色彩，这个质感，你看到实物的时候你就知道，活该人家赚这份钱啊！以上就是小米13 Ultra 的体验评测啊，时间太短，有很多产品细节我其实想和大家分享，但是没有时间制作到视频里了。对于小米13 Ultra， 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小米13 Leica， 这是一台比很多定制联名手机更定制、更联名、更有细节的产品。Leica 的元素已经突破了影像领域，渗入到外观、手感、包装、印刷、配件方方面面。我认为小米13 Pro 是适合绝大部分用户的旗舰。实际上，小米13 Pro 也是我认为小米元素要多于徕卡元素的一款产品，它更体现了小米对于智能手机发展的理解。而小米13 Ultra 则是小米和徕卡联手奉上的一道佳肴，它的奥义就在于摄影，产品细节的方方面面都是以影像为第一选择、第一标准，这是给所有摄影爱好者的一个礼物。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